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坦桑尼亚的 Ngorongoro， 世界上最大的 caldera， 是地幔因为火山喷发而流失了大量的岩浆后，地壳塌陷形成的一个巨大盆地，有200多平方英里。吉普车在晨光下待命，一天的游猎就要开始了。由于盆地的周围是群山环绕，动物不能向外迁移，所以这里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环境。这里聚集了几乎所有的东非的主要动物，有25000多种动物在这里生活。在东非大草原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和平相处，角马、斑马、羚羊、大象、长颈鹿，它们经常混在一起，互不侵犯。在和煦的阳光下，在广袤的草地上，给人一种祥和的天堂般的和平景象。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白天在外面觅食的都是些食草动物，而这些动物它们对食物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斑马喜欢吃高的粗硬的植物，而角马是吃中等高度的植物。像羚羊这些呢，又喜欢吃比较鲜嫩的低矮的草，它们之间相互不竞争。这些就是 wildebeest 角马，著名的东非大迁移的主角。在东非大草原上，有150万到200万头这样的角马，它们每年都要穿越马拉河2次，去寻找因季节变化而变化的适合觅食的草地。我在 Ngorongoro Lodge 的餐厅，从阳台俯瞰晨光下的盆地的时候，餐厅里放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手叫乌姆桑加里，是一个马里的歌唱家。虽然马里和坦桑尼亚不是非洲的同一个国家，但是对我来讲 Ngorongoro 的景色和这首歌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一体了。克利鸟是世界上最重的能飞的鸟。灰冠鹤是乌干达的国鸟。很快就要离开 Ngorongoro 了，在当地一个简易的机场和机场工作人员合影，坦桑尼亚人民的笑容和阳光一样灿烂。接我们的飞机来了。即将登上的飞机，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大名鼎鼎的 Serengeti 国家公园。注意这下面有的一行字 Serengeti shall never die，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下面会解释。俯下飞机，我们就乘吉普车一路狂奔，直奔马拉河，因为一场角马渡河即将开始。
这些角马是穿过马拉河向北进入北方的马赛马拉。因为现在是7月下旬，南方的草都开始枯黄了，所以他们需要跨过马拉河去北方寻找更绿的草地。角马被称为流动的粮仓，因为这些在草地上养肥了的肥硕的身体，正好给一路上的掠食者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在陆地上有像狮子、猎豹这些猛兽，在他们进入河流当中，河流中又有很多鳄鱼在等着他们。所以当他们跨入马拉河的时候，那种场景是近乎悲壮的，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生命的急迫。他们争先恐后，拼命地往前冲，他们从胸腔里发出那种啸叫声，成百上千只角马集体发出的这些低沉的嘶鸣，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因为对这条河流的恐惧已经刻在了他们的 DNA 当中。这只小角马显然是和队伍走失了，它正在奋力地跋涉，企图回归群体。但看来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河流的力量在把它往下冲。小角马被河流渐渐地往下游冲下去，眼看它越来越体力不支，头也几乎淹没在河水当中。它会不会冲下河？而下游是有很多鳄鱼等着它的。小角马上岸了，它是幸运的。从它纤细的4条腿可以看到，它确实还是一个 baby， 但已经经历了这么一场劫难，或许是它生命中的第一场。对这些成功的渡河者来说，马赛马拉的崭新的大草原在等着他们。角马在夕阳下奔跑，而我们也要回到营地了。Serengeti 的日出，新的一天开始了。
nimezoea kukubaia nyama. Je, utanipenda ama utoniacha kwangu wewe utoama? Ama nikikosa namna ndio utanisema kwa watu vibaya? Utanitukana ama utanilinda penzi daima? Nami mtafutaji natafuta, nikipata lazima nitaleta, nachojua nikisaka nitapata. 我们在公园入口处看到的 Serengeti Shall Not Die， 这是德国自然学家和摄影师 Bernhard 拍的一部纪录片的名字。他和他的儿子在 Serengeti 做了大量的科学考察，进行了很多航拍等等，以此证明要保护这样一种迁移的生态，必须有足够大的保护区，而不能只是保护支离破碎的区域。这些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坦桑尼亚政府，所以这样一块巨大的区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样壮观的动物的大迁移。所以这部电影和同名的书对于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乃至于对生态保护的理念都是奠基性的，也是值得让我们这些能看到这些壮观景色的后来人从内心里感激的。顺便说一下，这个自然学家 Bernhard 的儿子就是在这次拍摄中不幸遇难的，他的航拍的飞机和一个鹰撞到了。这部电影也获得了196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当地人也把 Toby 称为墨西哥牛仔，因为他腿上的青色像穿了条牛仔裤。对于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们来说，在这个食物充足的季节里，白天大可以悠闲地度过。这些猛兽们在白天的时间里，大部分是在那里睡觉晒太阳，而到了晚上才开始捕食。晚上的时候，食草动物的视力变得很差，它们在无遮无盖的旷野上成了这些捕食者们口中的美食。温馨的母子图，小斑马身上尚未褪去的绒毛像极了一个毛线玩偶。我们要离开 Serengeti 了，当地的工作人员用歌声和舞蹈为我们送行。整个非洲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里遇到的导游兼司机 Innocent， 他热情专业，对工作对他的家乡都充满了爱，希望他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保持他的童真和快乐。肯尼亚的安波塞利国家公园，远处矗立的就是乞力马扎罗山。乞力马扎罗山上融化的雪水滋润着下面的这方土地，使得这里有常年的湿地沼泽。Natamani la tatizo siwezi, wende ingefanya nielewe. Si alinifunza mapenzi, nilikuwa sijui kamwambie. Akanidekeza kishenzi, kwa nyimbo nzuri nimwimbie. So asidanganywe na gari burutani na fedha, mimi akanichukia. Akalishusha thamani penzi nalompenda, kisa mvinyo na bia. Asidanganywe na gari burutani na fedha, mimi akanichukia. Mwambie asisikie mapenzi, moyo wangu naumia. Nenda kamwambie jinsi navyompenda mimi. 大象的一家五口，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象的周围总是有很多白色的牛背鹿。当大象在草地里走过的时候，它们会惊动里面的小虫子、昆虫，
这样的话呢，牛背鹿就可以趁机发现它们，同时它们也可以吃掉大象身上的小虫子。我们在 Ngorongoro 看到这些牛背鹿也喜欢在河马的身上，这就是自然界的共生现象。Shusha thamani penzi nalompenda kisa mvinyo na bia, asidanganywe na gari burutani na fedha, mimi akanichukia. Mwambie asisikie mapenzi, moyo wangu naumia. Nena kamwambie在东非大陆上有一个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它北起亚丁湾，然后往南一路穿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着这个东非大裂谷有许多湖泊，所以有别于人们对非洲的刻板印象，非洲有许多湖泊，湖泊里面也有很多的鸟类。Mukwano wankuba nze sirabangayo akwenkana newange gyensula njagala kuvayo nzijeyo gyosula walayi wanzita nemmere yagana emmere newola apetaiti yambula njagala nkusanga omwagalwa ewasibula olwo walayisibaka mama omutima guluma yangu ogukwateko walayi guluma omutima guyotya guyire ku mazzi guwole mama guyotya walayi biruma nga simoyirire mukwano gwabanjagala 这里很好的展示了影片开头时两只公羚羊搏斗后他们各自的生活。赢者妻妾成群，你看这里面只有一头公的羚羊，而落跑者只能和其他的光棍抱团取暖。马赛马拉，望不到边际的草原和望不到边际的角马。安静的斑马群，我们游历了东非的草原、河流和湖泊，亲身经历了延续了千万年的大自然的律动和活力，也近距离地体会了非洲人民的热情、友好、善良。尤其是在坦桑尼亚，他们生活简朴，但好像每人都面带笑容。非洲人喜欢穿色彩饱和的衣物，和着他们浓重的肤色和辽阔的大地，更映衬出这片热烈的土地。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